我死后还没过5期，老公再婚了。他对外哭着说，都是为了孩子，家里没个女人，照顾女儿不方便，转身跪舔新老婆。我这么爱你，哪舍得让你当后妈？于是5岁的女儿被寄养到偏僻的农村，渴了喝井水，饿了吃土。冰天雪地里，一个猥琐的老光棍撕扯着女儿的小棉袄，别叫，别出声，我一会儿带你去找你妈。我急得发疯，却无能为力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交通事故那一天。这一次，我主动坐上驾驶位，把不久后被卡车撞得稀巴烂的副驾留给了老公。老婆，你睡一会儿，我来开车。眼前的吴建旭正温柔地看着我，伸着手。我一时有些恍惚，他疑惑地催促：“车钥匙给我呀，在你包里。”吴建旭向我走近，他的脸和我脑中那些恐怖景象快速重叠。我意识到我重生了。上一世，我们谈成了一笔大生意，我开心地想快点回家看女儿，结果刚过收费站就发生了车祸。卡车撞上来的瞬间，吴建旭狠狠向左打方向盘，把副驾的位置迎向卡车。而那个傻逼的我还下意识伸手想保护他，结果就是我死了，他逍遥快活。我摸出包里的车钥匙，紧紧握在手里。不用了，老公，你休息吧，今天我开车。吴建旭站在原地，有些狐疑地看着我。你不是最讨厌开车吗？还是我来吧，你的驾驶技术我信不着。我恍若未闻，径直走向驾驶室。他不知道我驾驶技术很好，不爱开不是不会开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打开副驾的门坐了进来。老婆，你慢点开哈，就别定速巡航了，我怕有紧急情况你反应不过来。我突然很想逗逗他，如果我们出车祸了怎么办呢？呸呸呸，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？我是说我如果死了，你一定很快再婚。不可能，你走了我跟你去，你知道我离不开你。这话听得我一阵阵犯恶心。我强忍着，别呀，还有女儿呢，女儿没人管，很可怜的。他认真想了想，那把女儿养大我就陪你去，没有你活着都没意思。我低低地笑出了声。上一世我一直相信他的鬼话，我们是有名的模范夫妻，身边小姑娘找对象都会说上一句，想找姐夫那样的，又顾家又那么爱你，好羡慕啊。可谁都不知道，人人眼中爱我如命的模范丈夫，在生死关头会拿我保命，会出生不如地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上一世车祸后，我受了重伤，而他只有很浅的擦伤。等救护车的时候，我很怕自己会死，强忍着心中的恐惧和身体上的剧痛，苦苦地求他：老公，救我，救我！他起誓发愿地抱着我：老婆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砸锅卖铁也救你。之后我就丧失了意识，但魂体一直徘徊在肉体周围。我听见医生说，只要坚持治疗，我有机会康复，只是费用会很高。条件允许建议坚持治疗，毕竟年轻底子好。我高兴极了，我能活了。但下一秒，吴建旭让我如坠地狱。你能保证救活吗？万一人财两空怎么办？医生皱眉解释，这我们不能保证100%救治成功，只能说恢复到能自理的概率还是很大的。他嗤笑一声，自理什么意思？有后遗症？你们医院就是为了骗老百姓的钱，都伤得这么重了，救活了变成植物人或者瘫在床上，怎么办？人还在，钱没了，我怎么活？我亲眼看着他在放弃救治的同意书上签了字。我的闺蜜朋友来看我时，她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医生说救活也是植物人，我最懂小妍，她一定不想没有尊严的活。她昨天给我托梦了，让我放她走，我怎么舍得呀？没有她我也不活了。朋友们反过来安慰她，让她坚强，想想女儿。我满心绝望，嘶吼呐喊，我想活，我女儿还那么小，我想陪她长大，但我无法表达。医生撤了我的生命支持，告诉吴建旭赶紧跟我话别。我的魂魄回体，人生快速闪回，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。我撑着最后一丝意识，苦苦地求他：求你，求你，把女儿好好带大，告诉她妈妈永远爱她，
他泪呼了满脸，像是真的舍不得我似的，紧紧抓住我的手。你放心，老婆，我一定好好带大女儿，你放心走吧。我死了，还没过5期，他就跟哥们抱怨身边没女人，太寂寞。朋友恭喜他说，男人3大喜，升官发财换老婆。你老婆给你谈成大生意不说，还给你腾地方了，哥们，幸福啊！我想到他一定会再婚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会那么快。我看着他和那个年轻女人谈车、谈房、谈彩礼，终于谈到了我女儿。对方一句“我绝不可能当后妈”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承诺：“那是自然，咱们都还年轻，结婚了，咱们生一个自己的孩子。”于是，我的宝贝女儿成了烫手山芋。吴建旭给他爸妈打电话求助，公婆表示没义务给你带孩子。是了，公婆因为我生的是女儿，一直不满，不可能搭钱出力。于是吴建旭找到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方亲戚，把女儿寄养到了农村。我看着女儿哭得上不来气，抱着她的腿，一声一声地喊：“爸爸，我不走，我要妈妈！爸爸，爸爸，妈妈！”那一刻我才知道，死人也会心碎。我想痛骂他：“你个臭不要脸的亲生女儿都不要，被狐狸精迷了眼，有卵用呢！我不能出声，也拿不了武器，只能干着急。”想到这，我狠踩了一脚油门。吴建旭本来都要睡着了，被推背感惊醒：“老婆，怎么开这么快？很危险的，你快下来吧，让我开。”我没理他，脚下力度不减。放心，我不会死的，我要陪着我女儿长大，看着她上大学、结婚，看着她幸福一辈子。他看到我眼里的泪光，有点慌乱。这是怎么了？昨晚做噩梦了？我们当然会陪着女儿啊！我笑了。是啊，我会陪着女儿，但没有你。他看了看我，你是不是紧张啊？这是汗还是眼泪啊？他伸手过来想帮我擦，我下意识地侧头避过，接着全身紧绷，两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因为我看到了，就在前面，上一世夺走我性命的卡车，它正向着我呼啸而来。砰！剧烈撞击，我头晕目眩，直觉撞击力道比上一世还要重。缓了一会儿，我才从眩晕中清醒，身边人声嘈杂，吴建旭的一只手搭在座椅边，血染红了整个衣袖，跟上一世的情况正好相反。这次是他躺在救护车上，满脸是血。他从齿缝里小声低吟着，听不清，但从唇形我就知道他说的是“老婆，救我”。我紧紧握着他的手，当着护士的面表现得很着急：“老公，你坚持住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救你。”我低下头贴着他的脸，在他耳边轻声：“我不会让你死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”到医院后，交警很快找到了我。上一世调查事故的时候，警察也很疑惑，一般人的下意识反应是向右打舵，如果向右打舵，可能就没事了。是啊，上一世如果他向右打舵，我就不会死，但他受伤的概率更大。只能说，人都是自私的，在关键时候牺牲爱人的性命保全自己。我假装十分害怕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交警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：“别太难过，对方全责，有保险，尽量治。”这时，急诊医生问我：“伤得很重，颅内有出血迹象，能不能醒过来很难说，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”我十分坚定地告诉医生：“全力救治，让他轻易死掉，太便宜他了。”这边安顿好，我马上给闺蜜肖莹打电话。上一世哪怕我死后，肖莹也一直关心着我女儿。去我家几次都看不到妮妮以后，肖颖跟吴建旭拍桌子：“你到底把小妍的孩子送哪儿去了？送我爸妈家了？怎么了？我家女儿去哪儿还用跟你汇报吗？你算老几呀？你最好有点人性。我怎么了？我才30多岁，我为杜岩打一辈子光棍就叫有人性了？你们人道不人道啊？那时我的魂体可以自由来回，看着妮妮在村里受苦，几次想向闺蜜求助，可惜她看不到我，但我曾见到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看着我们的合影流眼泪，所以重生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。
我可以100%信任他。他接到消息立刻赶到医院，他以为我会伤心欲绝，没想到我如此平静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可能你很难接受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闺蜜是做金融行业，老公是律师，我需要他们帮助我做空公司的账户，转移婚内财产。吴建旭终究会死，他死后，遗产第一继承人是我，孩子和公婆，而我不会给公婆留1分钱。吴建旭进了 ICU， 我才通知公婆。公婆赶到以后，听说我全力救治的决定，很是欣慰，边哭边说：“旭旭不白对你好啊，你好好照顾他，我相信旭旭一定会好的。”婆婆虽然对我差，对儿子却是全心全意。同为母亲，我本来应该同情她，但想到因为她的不作为，我女儿受了那么大的苦，我就恨得牙痒。我拎起包，妮妮还小，晚上不能没人陪，所以医院这边就交给你了。婆婆震惊地看着我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让我陪夜 ？ICU 不需要陪，当然吴建旭随时可能会死，你不担心见不到他最后一面，你就走啊。他瘫在椅子上，表情悲怆破碎，当然不会放心。吴建旭是他的眼珠子心尖子，就是熬死自己，他也会在门口苦苦等待。而我让肖颖一路飞车送我回家看女儿。女儿看见我，小燕子一样飞跑过来，一下子扑到我怀里，甜甜叫妈妈。我心都化了，紧紧地搂着她，泪流满面，说不出话，只能在心里承诺：不要怕，宝贝，妈妈回来了。这一次，妈妈会好好陪你长大。晚上，女儿睡着了，我抱着她，一直看着她，舍不得睡，甚至舍不得眨眼。想到上一世女儿的遭遇，我就恨不得立刻去掐死吴建旭。几个深呼吸，才堪堪稳定住情绪，不能操之过急。要清算的账，要报复的人还很多。上一世，吴建旭把女儿托付给了一个叫吴秀莲的远方亲戚，说好1个月2000生活费。吴秀莲拿出1800打麻将，剩下200只够给女儿吃面条或者弄点稀粥配咸菜。女儿开始吃不下，她干脆饿了女儿3天。小逼崽子，给你惯的，还挑3拣4的。你妈死了，你爹也不要你，你上我这当大小姐来了，有能耐别吃。女儿饿得很了，捡起地上的土块往嘴里塞，我心疼得要疯了。我女儿没受过这种苦啊！我在时，小米粥打成糊状，用来发面，做成各种动物形状的小馒头。女儿1年4季小皮鞋、小裙子都不重样，头发戴着漂亮的蝴蝶结，是幼儿园最美的小公主。但是现在成天跟吴秀莲待在麻将馆子里，周围人抽烟熏得她嗨嗨咳嗽。她说渴了，那女人一挥手，拿瓢上外面找水喝。我看着女儿冰冷的天，拿着一个葫芦做的瓢，在水缸里舀起生水喝了一口，水太凉，激得她咳得更厉害了。我好想抱抱她，她小脸通红，好像发烧了，可根本就没人管。吴秀莲有时候想起来给她泡一碗面，想不起来，女儿就忍饥挨饿。有一次受不了女儿哇哇大哭，吴秀莲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，哭哭哭！不是你这个臭丧门星，我今天能输这么多钱？有邻居说，你看你给孩子饿的，他爸不是给你钱了吗？你给孩子做口吃的呀，他爸给那俩逼崽儿好干屁的，还让我照顾这么小的崽子。你知道在城里育婴园1个月多少钱吗？至少8000，2000块钱就想打发我。邻居嘿嘿乐，哎，小丫头，你爹妈都不要你了，你以后就在这个村儿长大。给你说个婆家，你长大了，别忘了婶子对你的好，彩礼给婶子分1半哈。旁边围观的人哈哈大笑，还有人说，我看这丫头长得不错，不如就说给我家吧，18就嫁过来，先过着。生了儿子到法定年龄就带你们登记，要是生丫头呢？生个丫头那可不中，生个丫头说1个月你不明白，30天你就给我走人。周围几个婆娘又是一阵哄笑。女儿懵懂地看了看，垂下头，嘴里喃喃地叫着：爸爸妈妈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，
恨不得扑上去撕烂他们的嘴。吴秀莲很不耐烦：“别提你爹妈了，你妈是短命鬼，你爹也不是好玩意。”周围人啧啧感叹：“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呀，这话一点不假。”是啊，这话一点不假。怪我，都怪我，我死不要紧，害了我的女儿。那时候我每天在她身边，我想跟她说：“妮妮不怕，妈妈一直都在呢，在看着你，只是不能亲你，不能抱你。但是妈妈一直陪着你，求你坚强，大一些就好了，大一些就没有那么多人来欺负你。”我祈祷着，时间久了，我的闺蜜朋友总会发现端倪，也许他们会来救我女儿。但我眼睁睁看着一天半夜，村里一个老光棍抱走了女儿，女儿挣扎大叫，他一把捂住女儿的嘴：“丫头别叫，你妈就在那边呢，只要你别出声，我就带你去找她。”女儿不叫了，老光棍撕扯着女儿的小棉袄，她都一声不出，她想妈妈了。我知道她有多想我，她期待的眼神烧穿了我。我想大喊：“叫啊，宝宝，喊人呐，放开！放开我女儿！”我急得发疯，可无能为力。突然一道白光，我惊醒了，一身冷汗。吴建旭的情况不太乐观，插了几天呼吸机还是没有自主呼吸。医生说要切开他的气管，并且再次告诉我，抢救其实没有任何意义。公婆都慌了神儿，开始动摇，但我坚定地表示切，因为我知道他的魂体就在附近徘徊，像上一世的我一样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遭的罪。气管切开以后，即使清醒，他也不能再说话了。他出 ICU 那天，我才第一次看见他。他被剃成秃瓢，鼻子里插着胃管，气管切开，身下带着导尿管，整个人瘦成皮包骨。我轻轻地喊他，他缓缓地睁开眼睛。医生说已经是奇迹了，他恢复了意识，只是全身瘫痪不能动。婆婆心疼得嚎啕大哭，我却忍不住想笑，简直正合我意。冷静后，婆婆开始正式跟我商量吴建旭的护理问题。我坚定表示要照顾孩子，没时间。一直维持表面和谐的婆婆对我破口大骂：“你是他老婆，你不照顾谁照顾？天天拿个孩子当借口，个丫头片子付出那么多有什么用？旭旭要是没了，我老吴家就绝了后，你好好照顾他，他好了，你们还能再生一个。”我简直乐不可支。到了今天，他们还在做着抱孙子的美梦。我一把掀了吴建旭的被子，露出他受伤的下体。“不好意思啊，妈，他传宗接代的家伙撞坏了。我跟医生说保命要紧，就切了吧。”婆婆愣怔地看着吴建旭的下体，俩眼一翻，当场吓得晕了过去了。出院那天，我雇了一辆私人救护车，直接把吴建旭送到了婆婆家。婆婆不开门，我让师傅们撤了担架，把吴建旭抬地上，放到婆婆家门口，扭头就走。没有一个妈能看着儿子遭这么大的罪。婆婆一边抹泪，一边骂我，一边起早贪黑地照顾儿子。只是没过多久，就听说老两口累得直不起腰，照顾一个摊子，每天都要翻身、扣背、吸痰、打流食，一宿一宿的不睡觉。在见到公婆的时候，老头老太消瘦明显，眼窝深陷。婆婆一改以往的高姿态，苦苦求我：“小妍呐，你毕竟年轻，你管管旭旭吧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，费用妈出，你能接手就行。”我低头想了想，行啊，爸妈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婆婆眼睛一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“我要你把这栋房子过户给妮妮。”果然老太婆大怒：“原来你惦记着我的钱。”我笑了：“不好这么说吧，你只有妮妮这一个孙女，房子留给她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知道公公是个伏地魔，而且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。公公有侄子，侄子也生了儿子，难保他们100年以后不会把遗产留给他们老吴家的男孩。他们都老了，没要他们的命已经是我慈悲，但我要为妮妮争取最大权利。”僵持几天，公婆同意了。办完过户手续，我就把吴建旭接走了。他斜眼看着我，呜呜呜的哼哼，好像在说：“老婆，还是你最好，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”我在离家20
公里外的破旧小区租了个房子，把吴建旭安顿在那里。接着凭借上一世的记忆，我辗转找到了在农村的吴秀莲。我告诉她，我打算长期雇佣她，1个月4000元，帮我照顾吴建旭。那个贪婪的女人乐坏了，连夜坐火车赶了过来。晚上，我搂着女儿给她讲大灰狼和大灰狼的故事，她天真的扬起小脸：“妈妈，你讲错了，是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故事。”我笑着亲亲她。小白兔怎么能打过大灰狼呢？对付坏人的最好办法是找来另一个坏人，一个贪得无厌、内心狠毒的赌鬼照顾吴建旭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吴秀莲本人比我上一世见到的更恶心，一口大黄牙，满身烟油味，怕我嫌弃她，点头哈腰的套近乎：“弟妹，俺们农村人不讲究，但我干活可细了，我这大表弟就包在我身上，你放心哈。”我忍着恶心，握住他伸过来的手：“姐，我老公就全交给你了。我工作忙，孩子又小，不能常过来，你多费心。”我仔细交代他吴建旭每天的护理流程，显然他没记住，他没问，我也就没说第2遍，毕竟想怎么照顾随他的意。之后没事儿，我就在监控里欣赏着吴建旭的惨状。吴建旭面部扭曲，嘴里发出哇呀的声音。吴秀莲在旁边蒙头大睡，被他的呀呀声吵醒，劈手就是一嘴巴子：“叫你妈呢！老娘的豆儿都他妈输没了，都赖你，成天哼哼唧唧的，再出声我整瓶要把你毒哑了。”吴建旭果然不敢出声。没一会儿，监控里嘴巴子声又响起：“啪啪啪，又他妈尿了！你这玩意都这德行了，倒不影响你撒尿哈？别喝水了你，喝完就尿。吃完就拉，丧气玩意！”监控里乒乓作响，那是吴秀莲发泄不满的声音。起初怕我看见，吴秀莲都是用掐的，掐吴建旭大腿里侧、胳膊内侧，掐得又红又紫。上一次我故意掀开被子，他吓坏了，赶紧解释：“这大表弟许是躺久了，这身上老发青呢。”我赶紧表示：“不怪他，卧床病人有点问题都正常，能理解。”因为我的纵容，吴秀莲变本加厉，有时候我都想给她鼓鼓掌，够狠。不想收拾屎尿，她就不给吴建旭吃喝。2天，吴建旭就脱了水，奄奄一息。我赶紧去了一趟，毕竟太快弄死就不好玩了。吴秀莲懒，成天打线上麻将，不给吴建旭翻身。不到1周，吴建旭就起了褥疮，吴建旭疼得嗷嗷叫。通过切开的气管，他的声音是扭曲的，夹杂着愤怒，又惹来一顿大嘴巴子。但我毕竟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我又跑一趟给吴建旭送了点药。看着吴建旭消瘦的脸，我一声声喊着：“老公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好？老婆快要坚持不住了。”吴建旭面孔扭曲，眼泪溢出，眼角成串落下，好不可怜。我强忍着恶心靠近他身边，毕竟吴秀莲1个月都没给他擦一回澡，身上的屎尿混合在一起，散发着臭味儿。老公，褥疮的滋味好受吗？现在只是2级，还不够疼。据说这毛病会烂到骨头，会疼的人想自杀，但我可舍不得你死，你的活罪还没遭够呢。说完我就走了。期间婆婆去看过吴建旭2次。看见儿子的惨状，直接晕倒，冲到公司找我理论：“杜岩，你真是蛇蝎心肠，怎么能找吴秀莲照顾旭旭？他是亲戚里有名的王八蛋，奸、懒、馋、滑，他能对旭旭好吗？”我冷冷看着他，原来他知道的，知道吴秀莲不靠谱，却放任吴建旭把我女儿送进了火坑。所以今天我能说什么呢？1个字：该。不等他再开口，我提议：“妈这么心疼旭旭，不如把他接回去自己照顾吧。你知道的，我实在没有精力，能雇个保姆照顾他已经是仁至义尽。”婆婆哆嗦着说不出话，只是来的越来越少。可能是眼不见为净，也可能如传言所说得了抑郁症。究竟如何，我也没工夫探究，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周末，我穿了一身名牌的休闲装来到了一家网咖。肖颖给我情报，
最近吴建旭的那几个猪朋狗友经常来这，进门第一眼我就见到了他，陈阳。上一世就是他介绍了女人给吴建旭，也是他煽风点火撺掇吴建旭送走妮妮。旭哥，小桃多好，错过了你可找不着这样的了。没结过婚，大姑娘，你能让人家当后妈？那你找二婚的吧，俩人都有孩子搭伙过，谁也别嫌弃谁。看着吴建旭动摇了，他继续煽风点火，不就一闺女吗？让小桃再给你生儿子。我旭哥这么厉害，保管一次就让他怀上。你们得有自己的孩子才算是稳定的家。傻逼吴建旭信以为真，把那女人供了起来，其实是当了便宜爹。这陈阳和小桃早有苟且，但俩人游手好闲，自己都养不起。正好吴建旭当了冤大头，所以害我女儿，他也有份。我怎么能放过他？我在他眼前一晃，他果然认出我，巴巴的过来叫嫂子，一口一句：“我哥咋样？最近实在是忙，没工夫去看我哥。”我拨弄一下耳边的卷发，很伤感的。你哥肯定是不中用了，还剩一口气吧？哎，这都是哥的命啊！嫂子你也尽力了，你对哥的深情，我们圈子里都知道。哥都那样了，你都坚持不放弃。我经常跟哥们说，谁要是娶了嫂子，可真是太走运了。他手臂若有似无的跟我碰了又碰，我没躲避，妩媚的对他一笑。可是身边没个人。我一个女人，日子真的好难啊。7天后，我看着手机里的一片消息，都是陈阳发给我的，平均他发10条，我回1条，吊得他心痒难耐，终于憋不住给我发了长长的一段小作文，大概意思是仰慕我已久，但以前碍于我是哥们的老婆不能表白，现在想照顾我们母女。我笑了，鱼已上钩。我偶尔跟陈阳吃个饭，不咸不淡，不冷不热地处着，经常跟他讲公司的业务，顺便炫富。几个来回后，他心痒得受不了，对我越发殷勤。我也终于给他一点甜头。那天，我推心置腹地跟他讲，公司缺个知根知底、信得过的人。他马上毛遂自荐。我摇摇头，得是个女的。你哥躺在那，我带着男人在身边，让人说闲话。他立刻表示他有个妹妹。正合适，于是我见到了许桃桃。许桃桃一来，我就主动挽着她的手，并且给陈阳一个暧昧的眼神。桃桃，你是陈阳介绍的，也就等于是自家人。我公司缺一个出纳，用外人实在不放心。你来吧。他有点为难，姐姐，可是我不会呀。不会，没关系，我让人叫你。你在我这能赚钱，还能学本事。我瞟了一眼陈阳。很贴心地说：“咱们女人呀，还得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你说对吗？”他特别羡慕地参观了我的公司。我什么时候能像姐姐这么有本事就好了。你是陈阳的妹妹，都是一家人。陈阳马上凑到我身边，搂着我的腰。我一把拍他的手，讨厌！一转身的功夫，我没错过他们庆祝胜利的眼神。调了陈阳2个月，给他花钱。陪他玩暧昧，但从不让他碰我。他急得上蹿下跳，一次次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进一步。我嗔怪他：吴建旭还活着呢，我是个传统的女人，除非跟你结婚，否则不可能发生关系。他一听结婚，眼睛都亮了。毕竟结婚等于共同享有财富，比谈恋爱靠谱多了。他马上表态：我也是个传统的男人。我等不及，想跟你永远在一起。我憧憬地看着他，随即又表示遗憾：你别等我了，你旭哥还有一口气儿呢。这口气儿什么时候咽真的不好说，可能1年半载，也可能3年、5年。你知道的，网上有的植物人20多年以后居然还醒了，没准他哪天突然好了。他一愣，眼中凶光一现，果然没几天，他就提出要去看看他旭哥。我当然同意了，推说忙，给了他地址，让他自己去。吴建旭会死得那么快，我又有点意外。我以为陈阳会想些别的办法，没想到高估了他。接到吴建旭的死讯，陈阳兴高采烈的要帮我办丧事，公婆哭晕，大骂我是毒妇。我根本不在乎，
我直接跟医生提出要求尸检，陈阳当场愣住，神情慌乱。没必要吧？他都病得这么重了，早晚得死，尸检干嘛呢？我看着他笑了，就算是瘫子，他也是条命，杀他，你要偿命。陈阳的脸刷得白了，连连后退，之后撒腿就跑。没跑出200米，他就被赶来的警察按住了。这必然是我做的。吴建旭刚咽气，我就拿着监控录像报了警。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，陈阳去看吴建旭时带了瓶矿泉水。之后他跟吴秀莲有说有笑，嘀嘀咕咕半天。吴秀莲用注射器把陈阳带来的水喂给了吴建旭，期间吴秀莲还说了句：“这要是毒药也好，帮他解脱了。”陈阳大笑：“就是，我和他可是好哥们，帮他一把，送他上路。”视频里能看到吴建旭惊恐的呀呀乱叫。原来人的求生欲可以那么强，已经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还是不想死。可惜没办法，陈阳给他喂的是百草枯，100毫升，必死无疑。尸检结果出来后，我把陈阳和吴秀莲都告上了法庭。陈阳也不笨，立刻明白被我摆了一道，在法庭上咬死跟我谈恋爱，杀吴建旭是受我指使。我把和陈阳的聊天记录长长的几页全部交给警方。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，我很少回复他，而他一直在纠缠我。我屡次表示我有丈夫，我不可能跟他发生什么，但是他对我纠缠不休。同时，我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能够证明。此外，我当初坚持救治吴建旭，也被认为是夫妻感情好的象征。所有我跟他说过的暧昧的话，都是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我偷偷说的，他没有任何证据。只是没想到我公公婆婆会站出来，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指证我虐待吴建旭。这臭娘们肯定在外面有人了，她虐待我儿子，跟我们要房子，她不是个好饼。我只是无辜地看着他们。把吴建旭的微信聊天记录呈给了法官，记录里都是婆婆对我的谩骂。我刚生完孩子，婆婆说我给杜岩算命了，师傅说大小一张桌，生4个姑娘才能得儿子，你赶紧跟他离，孩子不满100天，休息的差不多了。老张家媳妇3年抱俩都是男孩，杜岩拿自己当公主呢，还不赶紧给老吴家生个带把的？你那个媳妇又馋又懒，我去才给我炒6个菜，不知道80一路发，十是十全十美吗？没规矩。儿子，你要真不愿意离，妈给你找个能生儿子的，生下来抱回来养。杜岩敢说个不字，就让他滚。法官看得直皱眉，婆婆的脸也是青一阵白一阵。其实这些记录我早就看过，但那时我和吴建旭感情好，为了家庭和谐，我都忍了。现在死老太婆居然诬告我，正好让大家看看她的嘴脸。吴建旭火化后，老太婆强撑着一口气跟我抢骨灰，想送吴建旭进家族墓，入土为安。听这话，我就不太高兴。凭什么他能入土为安？我直接掀了盖子，把骨灰扣进路边饭店的垃圾桶，给这一片的野狗补补钙，也算他的功德。老太婆像被抽了筋，扑在垃圾桶边，流着泪一点点地捡。我忽然有点同情她，可怜当妈的这颗心。可是上一世，谁来可怜我？谁来可怜我女儿？最终，陈阳因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无期徒刑，吴秀莲系从犯，被判17年零8个月。自从陈阳被抓，小桃就很不安。陈阳的债主都来找他还钱，他肉眼可见的憔悴。我故意让财务放松对他的监管，他做出纳，能接触公司大量资金，主管会计3天2头给他讲出纳挪用公款的成功案例。而那个傻逼的，我还下意识伸手想保护他，权我起先，他只是挪用公款买理财，赚个利息，1次2次没被发现，胆子就越来越大。终于，在他挪用公司资金1200万时，我报了警。毕竟挪用的少，判个3年2年，实在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最终，许桃桃挪用公款数额特别巨大，获刑17年，正好进去跟他吴姐做个伴。
也挺好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我的公司业务也蒸蒸日上，我成了本市家喻户晓的女企业家。年底接受杂志采访，主持人问我，过去大家给你的标签是坚强，我想知道是什么支撑着你，走过这么多劫难。我想了想，很坚定地回答，我女儿，你一定听过那句话，孩子是软肋，也是铠甲。因为有了他，我变得无坚不摧。他笑着点头。那请问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愿望？无需思考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，不只是这一年，而是未来的每一年、每一天，我都只有这一个愿望，希望我的女儿健康平安，好好长大，而我能长长久久地陪着她。主持人温柔地看着我。我想您的这个愿望一定可以实现。是的，我相信这个愿望一定能够实现。我的宝贝，你健康平安，我陪你长大。